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他总是给我告状，我每天都没有自由。异地恋我管不住他，所以我只能让别人帮忙管他。他就是不信任我。不管在哪儿都有她男闺蜜，所有的事儿都让我觉得他更在意人不是我。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越界的事儿。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傅先生23岁，来自河北实习销售；女嘉宾王女士22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两位，有请。23，谈了多久了2年了，异地也2年了。两个人怎么认识的？高中同学，大学是两个地儿。你在哪儿读大学？我在海南三亚。你呢？我在天津。坚守2年了。现在你毕业了？对。你呢？我还没毕业呢。你在哪儿工作？我现在在老家沧州。这倒离天津近了，时不常不就能来看了吗？这不应该好了吗？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他总是还是因为原来那些事儿就跟我行，那咱说事儿吧。我为什么就特别想跟他分手，就因为他老给我告状。先是有一次我在学校里，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他就给我打电话啊，几点了还不回学校？你要不回去，我就给你们学校打电话，让你们学校抓你回去。不是，说得太片面了，是那么回事。有一次跟我说他晚上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打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我肯定是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啊。然后我就疯狂给他打电话，他当时态度特别恶劣，说你挨找去啊，我还怕你不成，就给我撂了，他直接就不接了。然后你怎么做的？他直接给我们那学校保卫处打电话了，然后第二天导员就找我了，说什么啊你夜不归宿，你一宿舍都夜不归宿，就导致我们一个宿舍都有处分。做得好。我为什么让他给你打电话？你不心里不知道吗？不就你有前科吗？对，之前她有一个男闺蜜，根本就不是男闺蜜，背着我跟男闺蜜住一起了。什么叫住一起？那明明是我有2个天津朋友跟我一块回沧州，我就跟他们一块住外面。怎么回事呢？那个沧州那个事我来说，他有一个男性朋友，跟他玩得特别好，总是黏着他，我就特别讨厌这个人存在。当时他跟我说了，放假带他天津朋友回趟沧州。我说跟谁呀？他说4个女生一起。当天晚上我也没有打扰他，我就晚上刷到了他那个朋友的一个视频，露出了一个男生，就是她男闺蜜。她可没告诉我有那个男闺蜜存在。然后我当时肯定是心里特别生气，问他我说，哎，你跟谁出去的？然后我女朋友可好，说就我们4个呀。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我当时就那个什么，我就把那个截图发过去了，人又消失了，又跟之前一样，消息也不回，电话也不接。那我为什么这样？我就是觉得你特别扫兴，每次我只要出去玩，你就开始就因为这点事儿翻来覆去的跟我吵，有意思吗？而且那是男闺蜜吗？那是男性朋友。是你先欺骗的，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你瞒着我肯定是因为你俩有秘密瞒着我。为什么瞒着你啊？是因为你总是扫兴我才瞒着你。这倒好了，转头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一哐叽就把我生活费给我断了。你跟一个男生住外面，我肯定会多想的。是我俩单独住吗？我肯定是会多想的。万一你俩住一起了，那么多人，我如果没发现，你就一直欺骗呗。一共5个人，一次没发现，骗第2次，骗第3次，是你先骗我的。一共5个人，你只看见我俩是吗？我这个从一个当爹的角度说一句啊，我给这个男生挑了2次大拇哥，一次是报校保卫部处分全宿舍，做得好。这女生晚上出去彻夜不归，确实违反校规校纪，不安全。我们做家长的觉得做得很好。第二个，作为一个父亲，我家闺女在外面读大学，回到了家里了，居然不回家住。我作为一个老父亲也深表担忧。她的男朋友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我，我也给他点个赞，很好。作为老父亲啊，这个角度我觉得做得不错。我只想告诉你姑娘，确实
这个好像不是让父母挺着急的。我不管你跟谁，我不是总这样，我们就是偶尔这件事儿就会变成习惯。接着说，就是平常放假了回到沧州了肯定我们俩得一起吃个饭然后约个会什么的时候，男闺蜜也会跟着，特别过分。哎，你说事儿，我觉得真没人能忍受。你做的事儿不过分吗？他又一次给我妈打电话了。我有一次我从学校里我请假，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去重庆。我说了，我说你别给我妈打电话，别给我妈打电话了。我说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到时候我妈又担心我们。转头我刚到机场，我妈电话来了，你没在学校干嘛去了？对啊，我花钱是让你去读书的，你拿着我给你读书的钱去重庆玩，你还不跟我说？不是，那我能不急吗？我们那是请假，我们一块儿去。什么叫一块儿去的？她跟她男闺蜜单独去的。对，就是一块儿去的呀。不就是你俩单独去找你重庆朋友去吗？我们单独去，那不也是一起玩吗？那坐个飞机就叫单独了是吗？也是没告诉我。你是咋知道的？离他起飞还有1天，他告诉我了。哦，我俩不是单独出去，那么多人，你就光看我俩的吗？那都第二天就起飞，那机票再给他取消，那全都得损失了。我都跟他说了，别给我妈打，别给我妈打，就非得打这个电话吗？我联系不上你了又。联系不上我就得给我妈打是吗？咱俩小孩事儿，你跟我妈说什么？我没办法了。你跟我承诺过不再跟男闺蜜单独出去。我本来也不是单独。小子，你这恋爱谈得太累了，你别谈了吧，我都替你累的哈。哎，行吧，你就说说她这男闺蜜吧。特别过分啊！本来我们2个就异地，平常见面机会少。放假了她陪我1天，陪男闺蜜1天，陪我1天，陪男闺蜜2天。你也太夸张了吧！陪我1天，陪男闺蜜3天。她只要定义我今天出去玩里头有这个男性朋友，他就说我在陪他。其实很多人一块出去玩，他看不见。小心眼儿，你的意思是？对，就是小心眼儿。你说你们一块儿出去是吧？对啊。你们2个就没有单独出去过吗？我俩没有。不可能。有一次，她跟她男闺蜜单独出去，待了2、3个小时，去约会，吃饭去了呗。逛街去了呗。吃了个烤冷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4个人，我们一块出去玩，做手工去。然后那俩人呢，有一个女生，她就胃不舒服，她就晚点到。还有一个人不来了，我俩说从烤冷面那儿等会儿他吧。好，在他嘴里说嘛，你们俩从这儿烤冷面吃完，从这儿约会呢是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我看他，手机了。他背着我偷偷看我聊天记录。什么叫偷偷看聊天记录？我哪次不是在你在的时候看你手机？你就成心没事挑刺儿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有时候都陪不了我2个小时，就非要着急回家，陪她男闺蜜2、3个小时单独的。不，你这说的不像话了。什么叫？就是不像话。什么叫单独的陪2个多小时？什么意思？就上次吃烤冷面那次。哎，不就一次烤冷面吗？这小心眼儿。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会跟那个男性朋友去说吗？偶尔会说。会说啊，就是你的那个男性朋友觉得你男朋友怎么样？肯定要是他是我的朋友，他肯定会站在我的角度，就觉得他可能会事儿有一些多，会有一些扫兴，对我控制欲太强了。你跟他男闺蜜不是男性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们俩有冲突吗？第一次见面有冲突，吵架了。吵了些什么？当时是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吵起来了。就你们3个人？还有好多人。还有他的另外一些高中同学。吵啥呢？当时是一起吃饭，吃完了第1顿饭，又吃2场吃第2顿饭。你们不怕撑着啊？现在的孩子啊！就当时我们吃饭嘛，我跟男闺蜜第一次见面，我本来就特别烦这个人，我也没跟他交流，他也没找我交流。但是这期间我女朋友住在我旁边，他就一直的 cue 我女朋友，把我当做一个木头人。人家跟他先打招呼，他装作听不见。我不是没听见吗？你没听见，你那是对人有偏见，你就不想理人家行吗？不是我有权利不理他吗？我年轻，我吃醋。不是，我还提前我说了，我是为了他俩。我就觉得那个男孩喜欢我女朋友，我吃醋行不行？他可以，但是本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起码我坐在你旁边了，把我当做一个木头人。成你俩是对象了是吗？男女朋友了。那你说什么呀？人跟你说话你都不理人家，人跟你说什么？不就是挑衅吗？他意思不就是挑衅吗？我能不跟他生气吗？这恋爱，我就觉得你男闺蜜对你心思不纯。不是你那去厕所，人家从旁边一过，人就说你们去厕所吗？哎，到他嘴里就是问我，单独问我，你去厕所吗？人家问大家喝水吗？
到他嘴里就光问我自己喝水吗？你们俩一直在自说自话，发现了。他有他自己的偏见，他根本就不把他那个完整的整貌说出来。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饭桌上已经这么不开心了，为什么还有2场？再不走啊？因为我觉得你都叫出来这么多朋友了，然后你走了你就很不礼貌。没有不礼貌，我们俩很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是恋人，我们谈恋爱。可是我把我朋友叫出来的呀，我是为了他们俩以后别这么尴尬。不是，你还居中协调这件事儿呢？对呀。那不是越调越尴尬吗？是，我觉得他总是误会人家。行，这件事儿咱就过。暑假放假回家了，正好赶上我们2个人520天纪念日，我就说想给他一个惊喜，当天嘛，我就打字跟他说，宝宝，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女朋友好吗？回了我，今天是我男闺蜜的生日，我要陪我男闺蜜。这个事儿本来我提前1周我就已经告诉他，而且我们俩从来不过纪念日。到这天了，就诚心没事找事儿。不是，这为什么是没事找事儿呢，姑娘？他诚心拿这个说事儿，本来我就跟他说了。是这样的吗？我当时跟他说完之后，他就说今天是我男闺蜜的生日，我要陪男闺蜜。他说咱原来不过，就这次非得过。纪念日，我礼物准备好了。你原来怎么不想我给你一个惊喜，咱俩不是离忒远了吗？经济不允许，如果允许情况下，肯定是天天都纪念日。当时我说那怎么办？他当时说陪咱男闺蜜先去过生日，待1个小时，再过来过我俩的纪念日。我说可以，我当时就把那个饭馆订好了，礼物备好了，从8点我等到8点半也没来，我就给他发短信，又消失了，打电话又不接了，我有什么办法吗？我只能疯狂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聚餐点在哪儿，从8点半打到9点半，电话是接了男闺蜜接的，说你不用等他了，他喝多了，我们把他送回家了，别担心了。我承认我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但是我就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大家都喝点酒，因为我酒量不太好，然后我喝点我就有点头晕了。正巧我们这几个人家就住得很近，就楼挨着楼，然后就给我送回家很正常。他就非得说我男性朋友接他那个电话是挑衅他。我说人家不是怕你担心才接那个电话吗？人完全会不接。他知道咱们2个今天是纪念日，也知道你会来陪我，故意把你喝多，还接这个电话告诉我。别人世间之事不经细琢磨，一细琢磨全是问题。我心里面1万个问句是：为什么不分手？为什么不分手？你还要干嘛？我分手了之后，我女朋友给我道歉了。就没分成呗？是，确实我知道我这个事儿做的不对，我就找他了。我说咱们好好解决。解决了吗？当时解决了。他说他后来他原谅我了。那现在你跟你男性朋友怎么样关系？就是还是普通朋友嘛，我们一直就是朋友。那现在你跟男性朋友还交往那么密切吗？我们俩就不是交往密不密切的问题，是我们俩圈子就是很融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简单嘛，就是你现在有了男朋友了，你男朋友很介意你跟另外一个男性朋友的关系。对，我知道。这事儿你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我是因为我男朋友把我原来的朋友抛弃，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对吧？什么叫把原来的朋友抛弃啊？那我在原来朋友不是你亲人，只是朋友嘛。朋友是有的越走越近，有的越走越远嘛。可是我们因为人生就是在告别和接待的过程当中。朋友跟男朋友他就不是一样的定义啊。男朋友是那种可以说很多悄悄话的那种陪伴，就朋友跟男朋友这2种都不能舍去啊。难道朋友跟男朋友不能同时存在吗？傻成我就感觉男闺蜜比男朋友更重要。不是，你是怎么界定男闺蜜？不认为他是个男性朋友？我肯定感觉他对他的想法不单纯。就像和好之后，我俩吃完饭之后，我就开玩笑嘛。我女朋友说：“哎，我能不能看你手机？”她说：“可以看呀。”我就在那翻，点到了她男闺蜜跟她聊天记录。我一看好嘛，直接强制性的要求他和我分手。什么叫强制性分手？不就是吗？说这个男的小心眼，这个男的不靠谱，这个男的怎么样？真的你俩太不合适了，你必须跟他分手。行，那我也没有听他的呀。不重要，这事儿不重要。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俩人聊天特别暧昧，哪有正常朋友说啊宝宝干嘛呢？宝宝今天吃饭了吗？知道了，聊天暧昧还有啥？还有俩人穿情侣服。
这我们就是5、6个人，我们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款式。你别说那么片面，人家那2个女生颜色不一样，图标不一样，她们2个颜色一样，图标一样。她还发了条朋友圈，她俩单独的合照，上面写着拥抱未来，活在当下，配了2个表情，一个是爱心，一个是抱抱的那种表情。她男闺蜜叫未来，你叫当下。那我只能这么理解啊。不是，那是我们玩这话大冒险输了才发的那个，我也没有屏蔽他，关键是。不是，你就，哎呦，我其实现在我不好奇你知道吧？我特别好奇他那个男性朋友长什么样。3个女生跟他一起玩，你发现了吗？是吧？不是，不只有他一个男生。不是，就你们4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吗？6个人，5个女生1个男生。不是，2个男生4个女生。哎呀，这2个男生我也想见见，跟他交往就要跟那个男性朋友彻底断掉，就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他很介意这件事儿，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今天你要分手。对。第3个问题，你男朋友有什么优点吗？挺有责任心的，挺幽默的，然后对我也挺好的。你男性朋友有什么缺点吗？我这么说，我有点想不到。那我又不是他女朋友，我也不知道他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当提到你的这个男性朋友的时候，你有意无意的，更多的在维护你的男性朋友，而没有维护你的男朋友。原来我特别心平气和，我跟他说过，我说咱们坐一块儿，咱们好好的吃顿饭什么的。好，没问题。下一个问题又很简单了。如果你的男朋友有一个像你男性朋友这样的女性朋友，你接受吗？如果他俩是正常的男女朋友之间，我完全可以接受。不是，他就是跟你的那个男性朋友是一样的，你别如果，你能接受？那如果他跟我一样的这种，我可以接受。你确定你能接受吗？我确定。你们在约会的时候，那个女生出现，他跟那个女生穿一样的衣服去照情侣照，那个女生管他叫宝宝。不。他认为嘛，我们按他的说法嘛，他管那个女生叫宝宝，他关心那个女生有没有吃过饭，那个女生也关心他有没有吃过饭，那个女生也叫他宝宝，你能接受吗？能接受。能接受。对。但是对不起，你男朋友接受不了。好了，反正已经分过手了，对吧？是。所以那次就当一次分手演习。今天女朋友是要求分手的，我觉得你也很奇怪，你陪她来干嘛？她都要求分手了，分了不就完了吗？我来这的就想着就是想让大家给我分析分析。分析啥呀？我真的离不开男闺蜜吗？我就希望你跟男闺蜜划清界限。人都要跟你分手还划清界限，你没有资格，没有要求提，你的力量不够。男闺蜜也在天津读书吗？他在沧州读书。那天津他也会经常来？没有，就偶尔嘛。如果他说他想来天津玩，然后偶尔才会来。而且他不是每次来都跟见我呀。好，所以他是小心眼，对吧？对，理解了。来吧，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那个男闺蜜嘛，你已经表达了你很多的不满，还是在那儿，说明男闺蜜对她来说挺重要的。姑娘是这样，你长得挺漂亮的，挺可爱的，学会保护自己，这第一点。第2点，学会尊重别人。其实他说的是对的，你先有欺骗的。可是老师，你有一点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从小都玩到大，然后家里人都认识。既然你们俩从小玩到大，那么他作为一个你的发小来说，他应该有分寸感。可是我们俩这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分寸感，就是在你男朋友明确表示出来，我觉得你影响我们关系的时候，他应该往后退一退。是我男朋友他无理的那些要求。你看吧，宝贝是这样，你只站在你的角度想，你站在你男闺蜜的角度想，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唯一没有共情的是你的男朋友，哪怕你初心是好的，但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对他是直线伤害，而且是暴击。所以我说的是，你不要去伤害他。可是你的本意是为了让他俩和好的话，你应该请他吗？我和不了好。他俩是情敌关系啊，姑娘，怎么能不是情敌关系？是你认为不是啊？关键是啊，他本来情不情敌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听周老师说，听周老师，他委屈了，你看他委屈了，这姑娘就在这个地方转不过闷儿。你要这儿转不过闷儿，你未来的爱情里面还要碰到大挫折。来，姑娘你不用委屈，电视剧都看过吧？一个电视剧里边有一个女主角正在读大学，经常逃课，在外面跟别人喝酒，夜不归宿，
然后经常还请假，偷偷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儿。你觉得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好姑娘吗？没有办法去定义她是不是一个好姑娘。至少在学校规则方面，她是一个合格的学生吗？她可能不是。那好，第二个，这姑娘谈恋爱了，但是呢，她经常还跟其他的朋友一起玩，并且在上学期间跟其他的朋友一起玩。那你觉得这姑娘对吗？在上学期间跟朋友一起玩，没有冲突逃课呀？不是，那是请假出去，不是逃课。上学期间正常上课应该请假吗？今天在台上，你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姑娘。我先不管恋爱当中谁对谁错，但至少我今天听到的，你是一个在大学期间跟几个男性一起喝酒夜不归宿的姑娘。我不管她做过其他什么事没有，但至少我相信，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评价当中，大家会认为这姑娘太好玩了，这姑娘没有边界感了。如果再说严重点，别人可能会认为这姑娘怎么不洁身自好呢？因为想象很可怕的。我很心疼，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跟你的男朋友没有办法就生活当中如何安排跟朋友之间的见面的事情达成一致，你照理直接分手就好了，你根本不用到台上来。我没有说我必须要来，是我男朋友非要来。你自己可以不来，你有自己的思想，你有自己的腿，你有自己的手。就像他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去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你也可以继续选择在一起啊。所以亲爱的，你们俩是情侣，但你们两个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容的情人。情侣之间是一定有度的，我现在告诉给你，这就是一个常识。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未来的恋爱还会碰壁。我这里面想说的话，感受一下，男朋友给你带来的快乐多，还是刚才所谓的男性朋友给你带来的快乐多？如果男朋友还没有普通朋友给自己带来的感受多，那么这段感情就没有必要了。反过来，男生你也要知道，一段感情让你谈得很歇斯底里，这段感情就已经没有了。他的界限和底线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了那么多是我们的底线，但是他的底线仍然在这儿。他可能有一天因为吃了亏摔了跟头，或者未来有阅历了，他会改变，那是他的事儿。所以和一个真实的人谈恋爱，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算。另外对你来讲，你要用真实的感受去谈恋爱。如果你累了，你困了，你乏了，那就放手，他就不合适。不要和一个我认为他应该怎样的人谈恋爱，如果不那样子，我就管他，就去控制他，最后他被失去了自我，没了自由，你也失去了自我，你也没了自由。你的生活里面还有什么？你的家人呢？你的父母呢？你的兄弟姐妹呢？你都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看好这段感情。其实姑娘，你也挺累，没必要，减少内耗，让自己心定下来，多去吸收外界的东西，兴许一些不同的观点，对你来讲可能是最有帮助的，也恰恰是你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何尝不是呢？坚持自己对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直在坚持过去。对于年轻人而言，我们认为可能成长空间会有限，仅供参考。你看把人家姑娘给委屈的，我说说你吧，你根本不爱她，你做的那些所有的事情是赵成老师刚才说，从爹妈的角度来说感谢你，但是从男朋友角度来说，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给人家他妈妈打电话？你就是以爱为名义道德绑架他。如果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一个爱玩的女生，对不起，我不接受，我走就好了，不要回头，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然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你没有边界感，你的边界感缺失在于你肆意的去打扰他的家人，因为你现在不是他的丈夫，你就算是他的丈夫，小两口的矛盾内部解决，不要上升到爹妈。接下来姑娘，我问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这个男闺蜜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他有女朋友原来，然后分手了。为啥分的？
我不知道，因为异地恋可能是。你们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他怎么可能不跟你们讲他为什么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呢？他当时想跟我讲，我说我不想听。你们两个人是那种发小，对吧？对。我也有发小，我也有男闺蜜，但是我的那个男闺蜜，在我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消失了。因为他跟我说，我知道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个异性，我希望你好，因为你的男朋友一定会介意我的存在。我的发小也一样，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两家也聚，要是一起想要出去玩，一定是爸妈都在的情况下，从来不会单独约我。因为他说你有男朋友，我这个当哥的出现不合适。这叫朋友。包括我的闺蜜女性朋友们都是，谈恋爱的时候我尽量不找她，因为我知道她心思一定在她男朋友身上，我这个时候出现天天喊着她出去玩，就是我不懂事儿了。这叫朋友。姑娘，我今天只是想跟你讲明白这个定义。爱情它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唯一性，一旦出现第二个人，这个世界就变挤了。所以人不能贪心。如果你想认认真真谈一段恋爱，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和感情的时候，你就要有舍有得，你一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朋友啊。我最后再跟你强调一点，人如果太贪，一定会摔跟头。无论是在感情的世界里，还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又要学校学习，又要出去玩，又要满足那种躁动的青春，那你迟早会出事儿的。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希望你能顺顺当当的，好吧？就这样。来，帮帮团的老师们，一个23，一个22，咱们这精力就非得都放在这儿吗？就是一上场就在矫情这些事儿。如果再过2年要面临毕业，要面临就业，你们再回头想一想，你不觉得今天的烦恼这些事儿很可笑吗？这才是最简单的一件事儿。你们现在应该的是强大自己，好好学习，好吗？我希望你们都能有美好的人生跟未来，谢谢。谈恋爱呢，边界感非常重要。那我给你2个字，就是避嫌。不要打着说男闺蜜、男性朋友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去做一些让你男朋友恶心的事儿。如果说你没有起码的边界感，你就不要怪别人对你的猜忌和疑神疑鬼。我可以以信任之心不限制你的自由，但是也请你以珍惜之心不要滥用你的自由。从今开始，我希望姑娘你重新审视一下你的这个边界感，好好生活，好好恋爱吧。谢老师，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互相喜欢的，可能到最后我们都不能为对方改变。我觉得还是先尊重自己吧，先爱自己，不能违背自己的想法去为对方改变。我听老师们说完，我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过分，但是我从来都不是说你跟朋友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咱们俩分开，我也会祝你幸福的。我希望咱们可以，就是不是因为这种事情分开，而是因为咱们俩对对方不喜欢的分开。请回，请回，谢谢2位。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文老师来预测一下，双不出，双不出，双不出。我咋觉得会双出呢？看结局，请开门。好了，祝他们分手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交往已经1年多了，
刚在一起时有多甜蜜，现在就有多冷淡。我的落差感特别强，这半年他变得越来越强势，不光每天要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还总是贬低我的工作，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还总是冷暴力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如果和我在一起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那我们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陈26岁，来自湖北；女嘉宾小廖25岁，来自湖北，模特。有请两位，有请。各位老师们好，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近半年来，我觉得日子过得很不好，如果不行，咱就散了。小片里的原话是吧？是的，因为我们在一起1年半多了。然后他一开始就是对我很有耐心，很温柔，现在就是我的一举一动，所有的行程都要跟他汇报，然后变得很急躁，很不耐烦，会对我发脾气。我在想哪个才是真正的他？都是吧。我们现在是2022年相识的嘛，然后在一起也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因为我是之前跟他从事是一个行业，然后慢慢的呢，我转变到了另一个行业，就是我转行了。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做的就是类似于就是数字传媒、活动策划。然后我可能工作平时会有一些应酬啊，比较忙，所以他就觉得我可能没有以前有耐心了吧。然后你像他刚刚说，就说我老是可能有点在监控他什么的，就是也是因为有一次事情，是有一次出去吃饭。他也没有说是跟异性朋友或者是同性朋友。我说那您到了之后，那你给我拍个东西，我看一下，我确认你的安全嘛。他到了之后给我拍了一张空镜，只有2个餐具啊，就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朋友嘛，我就问他嘛，他就很不满。那个朋友呢是一个化妆师，通过朋友介绍的，第一次见面，人家是个女孩子，我又觉得第一次见面就拍人家脸，我觉得真的。但是既然是化妆师的话，你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我有自己的社交，我有自己的事，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干什么，大概的就行了。我也不是不让你社交啊，非要一点一滴、事无巨细的都要跟你说清楚吗？对，因为我也不是真的要去说让他一举一动的无时无刻的告诉我，因为你知道我跟他之前是做模特的，就是可能外部条件会比普通人要强那么一点。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出门，突然有一个男的，就是当着我的面找我女朋友要微信。那我女朋友虽然没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外面的诱惑也很多。对于这种方面，就是我可能比较担心，就会去让他给我进行一些报备，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他真的担心太过于多余了。人家找我要微信，我觉得没有边界感、没有礼貌的是别人，我还被数落了。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好。而且出去玩，他还会偶遇我。什么叫偶遇？就是我出去玩，可能玩着玩着就碰到他了，好几次偶遇。还有一次在酒吧，就他一个人来这儿玩什么呢？我觉得不对劲，我回去看我的手机。我手机那个定位之前是关着的，然后就被他打开了。在我的追问下，那个定位就是他开的。我这也是就是保护他的安全啊，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会去一些比较偏的地方，郊区，因为那地方景色好一点。然后有时候我经常联系不上他，就出于这种情况，我把他手机定位打开，我能随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这也谈不上就是去监控你啊，而且那你偶遇我干嘛？偶遇确实是我的不对，因为他之前跟我说的是跟朋友聚会。我说吃个饭，你吃着你吃到酒吧去了，那我肯定会担心的。那结果一去，虽然说都是他同事，但是他这个事情他又没有说，这就结合到刚才我说那个没报备的事情，就是我就没有安全感啊。反正这个人做一件事儿总是有道理的，对啊。还有一次事件，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能共情，就是有一次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嘛，他们要一起吃饭，我说 OK 呀，结果。回来之后，他拿了一束玫瑰花。同性之间不可能你说去送玫瑰花吧？那肯定是异性啊。这个分析的比较有道理。结果在我的反复逼问下，他跟我说是他的前男友，你还把前男友送你的花拿回家，你这是什么？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了吗？他喊我出去是因为之前工作上有笔款没给我，他喊我出去之后送了我一束花，我也没想到不是因为工作的理由啊。我们谈了1年半，你突然杀回来，你跟我说你有经济问题，结果你跟我说最后还是因为你前男友想你了，这合理吗？你把花带回来，这合理吗？不是，我这好奇问一句啊，一般不是这种就花就赶紧扔了吗？对呀，这为啥不扔呢？我当时没来得及，说实在话，就是你路上那么长时间，你来不及扔一束花，你带回来气我？不，他当时可能路上脑子是懵的，就是因为这个要分，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他会贬低我的工作，他会说我不上进，会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说我的工作没有前途，没有前景，然后说我不爱学习。
这个但是明明之前我们都做的同样的工作啊。我没有说去贬低他，我说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多去学习一些东西。我为什么转行，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再往这个年龄层次高了走之后，你没有以前那么有干劲，或者说是那个收入来源稳定，你肯定是要去转行的。我就跟他说，你能够去多结交一些有用的朋友。不要说是一些不三不四、天天去混酒吧的朋友，那你说你能在这上面学到什么东西？酒吧能谈什么？对不对？我跟我朋友都是正常出去吃饭、唱歌、喝酒，我觉得没有大家都是年轻。正常吃饭、唱歌，你说的这事儿我又得提一嘴了。他之前跟朋友去唱歌，喝多了，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你也行，结果最后打电话的是一个男同事。哎，不是，大家都是认识、见过面的。而且我也没有到意识不清醒完，我还是让我朋友给你打了电话。你都还清醒，你不能说你让男同事来说，我肯定会不舒服啊。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导致我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理解。他一直很急着让我转行，那为什么就是我这个工作我明明可以做得很轻松很稳定，然后你现在让我不做了，然后他因为转行了，然后他的应酬也变多了，陪我的时间也变少了。他也应酬啊？对啊，他也应酬。我真的我有那个聊天记录啊，主持人可以帮我放一下吗？你私截的他的记录。我们能放吗？能放啊，这得听你的啊。我觉得能放。我觉得太能放了。那我们现在就放，你同意了我们就放。哪个是他呀？蓝色字的。就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咋了？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吧？最近新上的那几部电影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小姐姐声音很嗲。人家不是拒绝了吗？哎，这不是挺好吗？不，他不能从一开始拒绝别人吗？还跟人家拉扯这么长？我都说了，我现在做的是活动策划，这是跟我活动做的一个认识的人要互相扩展圈子和人脉。你哪有那么多圈子要扩展啊？我做这一行，我不去拓展人脉，你这个有点无理取闹了，对不对？男生我看一直在拒绝，对吧？对，而且说了自己有女朋友，也说了，他最后才说的呀。他从一开始感觉不到吗？我说了，这是活动策划的时候互相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上面也说了，有活动咱们一起互相推一推，做大做强，对不对？就表情我都发了，都很正常。那么绿茶声你听不出来啊？我听出来了呀，所以我拒绝了呀。我还把你带上来，我说下次咱们可以一起去看，对不对？谁让你带了？我要去吗？不是你这就，我认为拿出了一个什么证据来？结果这个证据是证明说她男朋友对她一心一意。对呀，我确实是，就是真的就是，所以也是之前我跟他说的一样，可能外面也有人在勾搭他，但是他可能也没有做很多过分的事情。别人勾搭我，连人家微信都没有加呀。你还对我发脾气，每天还要监视我啊！我一说你，我一问你出去应酬啊，不，你别管，我要出去应酬了，我要出去工作了。姑娘，这个咱这事儿就过了吧，在证据方面确实有点欠缺，还有别的让你想分开吗？觉得压抑的啊？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工作，然后我的指甲就翻了，然后当时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立马打车来医院找我。现在就是我让他陪我去做个指甲，可能就2、3个小时的事情。坐在那个美甲店就开始不耐烦，开始说我。他平常也很爱打游戏啊，打完游戏还想在里面充值。男生打游戏不是很正常吗？而且我本来工作现在就很累，而且我也不怎么抽烟喝酒。那我回家我就想放假的时候打个游戏放松一下，这是我们男人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仅此而已。而且你去做美甲，因为你自己也说你指甲老翻，你指甲比较薄，你还老去做那种很长的指甲。那我不说2句，我说你2句，你也不耐烦。那你可以不去啊，你去了你又在这叨叨什么呀？我不去，你又要说我不陪你。你应酬就有理，你出去喝酒都是理所应当，然后我出去就不行。你跟朋友就是，我都是为了工作我才出去喝酒啊，谁喜欢喝酒啊？你落入他的逻辑陷阱里了，你这提问不对。你的核心是说你人是陪我了，但是你的心在不在呀？我说了这种是无效陪伴。他说那我去了干嘛？就是盯着你看是吧？那什么是有效陪伴呢？这就像你说的，那我在你旁边，我做自己的事情，我不也在你旁边吗？那你说什么？你在那还不是打游戏啊？那我干嘛呢？你做美甲，我在旁边夸你美甲好看。那我之前手受伤，每天换药你都能。我是陪你啊，你换药我还有的说。那你之前不说，你现在就在这开始叨叨了。你换药我能说，你做美甲我能说啥？你把美甲换一下。那你就不要说我呀，不要练到我啊！每次哪有那么多怨言呢？做什么都是错的，工作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没有否认你。那你跟我在一起干嘛呀？这事儿咱给他记上了啊。还有别的吗？
还有他以前出差嘛，间隙都会给我打电话发消息。然后呢，他现在就是一出去就是我要忙，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打电话，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到晚上跟我说一句要分手，他说了好几次要分手了。那每次那分手就对你来说那么轻易说出口吗？那是因为你逼的呀。我逼你什么了？我在外面我都说了，以前的工作是以前，现在我转行了，我在西藏出差，那山高水远，那海拔那么高，本来手机就没什么信号，我们又在忙拍摄，你也不是不知道，结果他非要给我打电话，跟我来争个你死我活的，我就说我现在在忙，我说我晚点给你打，他就一直打，那我没办法，我只能把手机关机了。我关机之后，好，我们在一起，结果我同事跟我说，你女朋友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很没面子啊，这把我就惹毛了，我就跟他说分手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吗？未来？其实说到这儿，我也不是说真的每次就是说要去跟他争个对错，我只是想把我认为的道理，可能男女的思想是有别的，我只是说站在男方视角里，我觉得我这个道理是完全可以说服我自己的啊。我做这么多，其实现在转行，我为什么要去转行？为什么？其实现在算上去也谈了1年半了，未来肯定要去考虑结婚啊、买车买房这种，那我肯定就有一种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压力，就突然就来了。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转行？为什么我这样后期能多陪陪他？因为前期真的我要到处跑应酬啊、结交人脉啊什么的，才能够后续我跑得顺一点。然后我就想，就是说咱们俩以后能够，就过得更好一点嘛。理解了。女生很没落哈。因为他说的这些，其实我确实不太能理解。你现在都过不好，那你谈什么以后呢？现在我们感情都这样，你还想什么以后结婚？你觉得以后是会变好吗？所以就需要互相理解呀，所以才来这个陪你来上这个节目啊。我也是想解决问题啊。我现在问几个问题吧哈。当你出去社交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谁紧张？他比较紧张。他为什么紧张？我觉得是他不够自信。错了，是因为你有了你自己的生活圈子，你的所有关注点不在他的身上。同理，为什么他出个差什么的，你紧张？可能我也是紧张他，但是我内心也有一点不服气吧。同理，他那个时候是有光彩的，是吸引的。就是个人在做个人事情的时候，有计划的做个人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是有风采的。而恰恰你把他陷入到所谓的情情爱爱当中，吵架肯定吵不过人家。为什么会难受？你都是正确的，你都是对的，你逻辑说的我们都认同，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舒服了。我这个不舒服是真实存在还是假性存在？应该是真的，应该是真的。所以现在的课题就摆在这儿了嘛。跟你交往的这个女性，她自己觉得跟你交往她不舒服了，她感觉到被你限制了，被你贬低了，或者说她觉得你可能想控制她。他不舒服，这个感受是真的吧？所以我想这是他今天来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感觉到我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我不舒服了。我没有说你做的对还是错，你发现了吗？而是他真的不舒服。男生可能对这个关系的感受也是不太好的，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对吧？其实今天来的问题就很简单嘛，我们要不要调整？如果调整，怎么调整？还是说已经不可调和了？听听老师们的意见。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我是你的话啊，我可能会先戒断他一段时间。晾他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你是要恢复一个你自己的理智。我觉得你现在真正需要提升的，第一个是你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第二个是自我独立的一个意识。其实25岁的开始，女孩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享受孤独。你要开始学会自己独立的去处理很多事情，并且在你自己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找到快乐。你要开始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依附于谁的生活，而开始有喜悦感。这种喜悦感未来能够帮助你去面对人生的很多困境。你要确立的、自主的、有意识的知道，哦，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做到什么，我一开始为什么出发。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培养你自己享受你做的每一个决定的过程。发泄情绪永远是女孩很弱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你就告诉她，我不高兴了，为什么？
你先戒断他一下，你不要总是以你过去的相处模式和思维模式去思考你们这段关系。我相信你是个有智慧的女生，你会被他带着跑，是因为你太在意了。你去提高自己的学历，你去多读书，你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你给他点时间让他去成长，他不会跑。你自己成长了，你闪闪发光了，他依然还在你身边。记住这4个字，不怕失去，你才不会失去他。这个小陈，你今天说话的整个过程当中，你说你是想要考虑到未来，考虑到责任，考虑到以后，这都是很好的表达，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你的伴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俩连现在都过不好了，我们怎么去谈以后？我跟你讲，所有女生都会这么想。我当下我都快跟你走不下去了，我憋得不行了，他敢想以后吗？男人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或者引领好对方的情绪，那你们这段感情再往下走，我觉得就是彼此消耗。女生想结婚吗？目前不想。什么时候想？顺其自然吧。男生想结婚吗？考虑了就自然是想的。你们俩回答的好官方哦，送你们两个同样一个字：慌。你跟这男孩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选择你，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你结婚。你所谓的顺其自然，无非就是安慰自己罢了。你知道你现在抓不住他了，因为你在不停地围着他转。你希望你围着他转能够换来你的踏实和安定，但是你换不来，因为他的生活不在你这儿，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当中，可能在他未来的事业当中，他的未来的事业有没有你，你不知道，所以你很慌的。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第一个慌在你的事业，你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你得围绕女老板转。你其实都不知道你的女老板带你是为什么，她可能只是带着你而已。但是你会认为我得跟着她以后我可能才会有事业，不一定。提升事业要的是能力，你可能觉得你能力没达到，你可以去拼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拼你光刚在那儿去做一些人际交往，不一定的。所以我觉得你俩恋爱谈到现在，你俩都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那怎么能有结果呢？未来哪一天是哪一天，你们都不知道。所以我的建议，姑娘先好好工作吧，继续要在一起在一起，但别把你所有的心思全放在他身上。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别给他画饼了，那个饼太大了，吃不到的，有点飘。你不如就跟他说了，亲爱的，现在我想好好工作，努力工作，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在恋爱当中。说点直接的话呗，说完了以后该干嘛干嘛。但是你现在不说，然后你就会让你的爱情变得跟泡沫一样飞走了。一上来感觉到两个人的沟通呢是大嗓门抢话，然后不断的去纠错。那恕我直言，在我的这个判断下，我认为两个人可能会走不远。家是心安放的地方。其实这个心呢是蛮脆弱的，它拒绝一切暴力，包括语言的攻击，包括彼此的对抗，这个心就碎了。其实最好的伴侣是情绪稳定，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我听你把话说完，稍稍转变一下这个思维模式和相处模式。我也不认为两个人真的不可救药。相爱容易，相处难。但不管怎么样，这是爱情的两个阶段。相爱其实很容易，喜欢就够了，别的可能就次要。那么相处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容错。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也都有自己的问题。如果一直要揪下去的话，是揪不完的。然后我们不去纠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彼此包容。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容错的心理，那我们对那个错就不会浪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然后呢，我们听一听周老师，包括文老师，还有更多老师，他说的哪句话有道理，那今天我就进步了。但纠错其实不会让自己进步的，只不过是一个强化。即使你对了又能如何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容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往前看，能够让我们心态平和，把日子走得更远的一种品质。
恋爱啊，本身就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在这个男生跟你表白、确立关系的那一天，就是你们恋爱的高光时刻。然后之后的每一天的过程，他就是在走下坡路。而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她的热情会随着恋爱的时间拉长越来越高，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所以，在所有的恋爱当中，姑娘们就要降低期望值。女生在恋爱当中的独立，会让你保有神秘感和新鲜感。谈恋爱这件事儿，它只是在你们生活当中一部分相交，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的。这样这个恋爱才能长久下去。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降低期望值。给男生的建议就是，你咋老那么有理呢？别说他觉得你瞧不起他，我都觉得你瞧不起他。你就是那个典型的说教式男友，然后还胡说八道。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直接说出来就好。什么啊，我担心你的安全，你就担心他跟别的男人跑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宝贝，我害怕失去你，也比你说那句什么我担心你的安全要能更让他暖心。如果你真的是担心他的安全，开定位这件事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还来偶遇。所以你很多的都是站不住脚的胡说八道，然后也会让他在这个感情当中就会觉得他总是没理的，因为你的事儿都是偷摸着干的，他当然没理了。你也一样，如果你此时此刻认定事业和工作对你这个年龄或者说你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话，你就告诉他，我们约法三章，在我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因为我明确的告诉你，我爱你，但是我现在更需要工作。对男人来说，事业就是比女人重要。所以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男朋友在专心搞事业的时候，我希望所有的女生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一直去寻找新鲜感就好了。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说，他搞事业的时候，他一定那个时候需要全情投入。你没有办法理解，或者说你面对不了、接受不了的话，你就选择走。这就是一个聪明的女孩。终其一生，人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所以恋爱的过程，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要看智慧有没有。有智慧的人可以把恋爱经营得很好，没有智慧的人就只会越来越差。我懂，谢谢老师。谢谢。作为广电帮帮团，我想说，爱情其实是分阶段的。你们已经从寻找爱情到现在过渡到要寻找面包的这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更需要的是两个人的理解和包容。女生，我觉得你不妨去试着去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咱们不是说要追上他的脚步，但是两个人要齐头并进。所以我觉得女生，你把自己做得充实、强大一点，可能到时候放心不下就是他了，而不是你，好吗？作为广电帮帮团，我帮一下这个女孩子吧。送你一句话：提高认知，认知的高度决定人生的态度。因为在生活中，一个认知高的人，他是通透明事理的；认知低的人，他是糊涂没主张的。所以我希望你呢，就是第一，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放大情绪，而要去解决问题。第二呢，就是合理的评估一下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好好规划你的人生，努力的去工作，干就完了。因为懂得多才能看得远。我们其实在人生当中没有那么重要，爱情这件事儿，它是一个终其一生的事儿。就记住，设立底线，开心就好，其他的就不重要了。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觉得我们谈了这么久吧，就是今天像今天老师说的，就是可能我的重心太过于放在你身上了，就是每个老师跟我说的我都挺有感触的，我觉得他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在劝我，但是我确实跟你在一起之后，可能就是重心越来越在你身上，然后想就是过少的关注自己了，也很担忧我们的未来。我就想就是说你变得稍微有耐心一点，就不要像以前那么急那么暴躁。确实，刚才听了几位老师，包括主持人给了几句忠告啊，我觉得自己确实有一点点
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是一开始其实确实挺不要脸，后来慢慢要面子，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吧。但是我其实现在确实还比较喜欢把重心放在工作上，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点理解，希望多点包容吧，互相彼此包容一点。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文老师预测一下。双出，双出。补充一句，其实我们当心理医生的就是耐心的听，当对方把事儿都说完了，我们也没说话，他已经好一半了。那可不一样啊！我们是免费的，你们收费，对不对啊？那能一样吗？你们谈恋爱也很贵啊！希望他们能双出。来，莎娜老师，双出吧，双出，双出啊！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啊，这没想到，没让他离开，是让他好好谈着，然后自己做自个儿事儿。在不同的阶段，就好多女生要那种恋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各种作，各种情绪满足，其实那反而是幼稚的。但是你也得反思一下了，没啥，我倒觉得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其实这个结果可能我也想得到吧，但是我还是想因为确实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话，包括主持人您给的一些忠告，还是回想了一下自己，因为确实可能在这段感情里面过于强势了，然后包括一点点吧，可能就是像您说的，他可能觉得可能都没有对错，就是他感觉到不舒服了。哎，咱再说句最直白的，是啥？为什么同行特别难成就在这儿？你不就是个模特吗？在很多男人眼里，可能这是一个光彩耀眼的女人，在他的眼里，这跟我那些同事也差不了什么。这是一个核心的，为什么他那么受挫呀？就在这儿。行了，加油吧，谢谢你啊！谢谢老师还有主持人。来，请回。好。哎，想撮合没撮合成，没成就没成吧。还是那句话嘛，他们开心就好。如果一段感情让感情当中的两个人都负重前行，多累的！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